19歲詠春拳女傳人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禍，2秒6拳打碎日本女拳王頭骨，當場打成腦癱。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女子拳擊大戰的現場。好，那這場比賽可謂是非常精彩了啊！因為我們中方的出戰選手呢，是一位來自於廣東佛山，年僅19歲的詠春拳女傳人王小慧。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了，帶着藍色拳套的姑娘打得非常的兇啊，沒有錯，她就是我們的詠春拳女傳人啊，才19歲的小慧。那麼這一次她是來到了日本的橫濱，也就是說我們本場比賽是客場作戰，來到了日本。好，我們仔細看穿着紅色拳套的家伙啊，就是日本的女拳王中村美优。好，在賽前接受採訪時，這個中村美优的確是非常的猖獗。他表示說自己呢是亞洲女拳王啊，他說我們中國人只是窩裡橫的膽小鬼，絕對不敢來日本挑戰他。誰敢來就打死誰。哇哦，觀眾朋友們，他的確是非常的囂張。我們看我們的小慧連續重擊，這個拳法明顯是有效果了，對方有點站不太穩。中近距離是發揮詠春拳最好的一個距離。我們看比赛開始，小慧呢可以說是全程在追着對方去打，這個氣勢上來說呢，已經是壓倒對方了。但是日本選手這個中村美優這個家伙的報價啊，雙手拿得很高。我們看小慧呢也是嘗試去打破對方的這個防守，的確有難度，但是沒關係，他防上面，我們打下面啊，上下其手。好，沒有錯，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的確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們的小慧把她的詠春拳啊發揮的非常的不錯。詠春拳呢是一個招式小、速度快的傳統武術啊，發源地呢也是來自於廣東佛山，並且啊，它的創始人啊本身就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女師傅啊，所以說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啊，只有真正的女人女高手才可以把詠春拳發揮出最大的威力。實際上是這麼一個道理，因為詠春拳本身啊，它是帶一定的柔的屬性，女性的身體和她的柔韧性要更好啊，所以說呢，女性能把詠春拳發揮得更出色。好，我們看這個日本女拳王，很明顯啊，她已經被打懵了，觀眾朋友們。那麼在第一回合的話，他全程被暴打啊，幾乎是沒有任何反擊的一個機會。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我們仔細看，我們的小慧幾乎是不做防守，但是要小心，對方的話也是有一定的重擊能力。又一次疾風暴雨般的重拳，我們不斷的嘗試把對方啊壓制到某一個籠邊啊，把對方像一條狗一樣給他圈起來。這場比賽舉辦地點在日本，台下的觀眾也都是日本人，包括現場裁判也是日本人。啊，只有王小慧啊，我们是中国人。但当然，这个拳套不好说，观众朋友们，没准是 Made in China， 我们中国产，哈哈，因为这个中国制造流向全世界。小慧才19岁啊，也就是18周岁。据说他3歲時就開始練習詠春拳，很早了。好，最後半分鐘的時間。好，連續正蹬呢，把對方壓制到籠邊，給對方做一個困獸鬥。
はい。ボディでは高野選手だいぶ分がいいので、そうですね、ローキックのように。好，没有错，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2回合的大战非常的精彩。我们的小慧儿把这个日本女拳王啊打的是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总而言之，这场比赛看的的确是非常的解气，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也是非常的过瘾。没有错，打日本选手你别管是男是女啊，反正打了我们看着就是过瘾，就是精彩。好，接着看一下双方比赛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我们看这一回合，对方呢是有了搂抱的这么一个行为啊，也是来限制我们。这是今天的最後一回合的比賽了。そうですね。完全にもポイントは取られているので、繰り返すつもりで前に出てほしいですね。前に出たその後何がありますかね。そうですね。今パンチの打ち合いではやっぱり高梨選手に分があると思うので、先ほどローキックに切り替えたりもしたんですけど、何か一つ自分が出しやすい一つポイント。哦呦，小心！对方这一脚踢得很重啊。小慧，哦呦，又是一脚！我们小慧不仅是拳法厉害，那么今天能看得到她的抗击打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可以。好，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看一下小慧本場比賽能否去 KO 對手啊？最好是能夠 KO 他。好，連續砸擊，這個重拳，哎呦，什麼情況？我們看日本選手啊，他整個人癱坐在了地上，裁判趕緊終止了對局。我的天哪，太快了！詠春拳真不愧是詠春拳啊，快如閃電，我們根本沒有看清楚。我們再來看一下小慧是如何擊倒對手的。我們看連續的重擊，哦喲，慢動作之下，這個拳速度這麼快，很難想象在正常速度之下看不清楚也是很正常了。好，讓我們再次恭喜。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TKO， 廣東16歲詠春拳傳人傅涵參賽，重拳 KO 韓國女天才，嚇得韓國人趕緊扔出毛巾投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世界比武大會，走進韓國首爾站的現場。好，我們注意看左邊選手穿着灰色小背心的，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廣東佛山。
前手摆拳，漂亮，继续！哇，前手，我维修就注意看，开局还不到20秒，吴雪松就被老外一拳打翻。此时台下的老外都开始庆祝胜利，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吴雪松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还加倍偿还，打得老外抱头鼠窜，怀疑人生。这跌宕起伏的剧情，连武僧一龙都看到傻眼。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搏击鬼才。年仅23岁就已经名声大噪，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打法風格，而且生涯總戰績19戰全勝，從未有過失手。他便是搏擊鬼才吳雪松。吳雪松不僅是一個搏擊鬼才，同時他也是一個拼命三郎，既有天分又努力。觀眾朋友們，他不成功誰成功啊？而今天吳雪松的對手也是一個世界級的王者，他就是曾經的 WBC 世界拳王金腰帶的擁有者何塞·魯拉斯。此人身經百戰，而且這一次呢是來勢洶洶。而且賽前何塞·魯拉斯也公開表示，天才只是踐他的門檻兒。這場比賽如果一個回合之內打不贏吳雪松，都算他輸。好，口氣的確不小，但是到底是騾子是馬，我們牽出來溜一溜就知道誰真誰假。何塞是一個多棲選手啊，泰拳、MMA都參加啊。是的，所以像這樣的選手，他會比較滑頭啊。經驗也多。對，所以今天對吳雪松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啊。今年是否能順利的拿到諸神之戰的小組出線？對，在整個2016年呢，是吳雪松呢，我覺得是他一個突然爆發的一個年份。吳雪松還是哇，這是一個冷拳，一個後手拳。雪松有點大意了。哇，看來老外賽前吹牛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我們，好像並不是開玩笑啊！他的確是具備這樣的本事。現在開局還不到1分鐘，吳雪松慘遭了一次讀秒，但是吳雪松畢竟也是一位天才選手，我們並不是軟柿子捏的。好，站起來的吳雪松現在很被動，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呢來緩衝來緩解一下自己的眩暈感。但何塞·魯拉斯會給他這個機會嗎？會非常善於這種中遠距離的這種奔襲。對，我們看一下雪松到現在也沒有特別的着急啊，還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這個假動作做的還比較不錯。對，剛才的一個後手的一個拳法擊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實我們看這兩個選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對，哇，雪松這個時候不能硬進啊。對，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靈活，而且身體的這個姿勢的改變往往能夠躲過雪松的非常直接的進攻。對，他的攻擊路線比較多，漂亮。漂亮！標誌性的前手擺拳，拿回一城。觀眾朋友們，這就是傳說當中的大意失荊州啊！這何塞·魯拉斯滿腦子都想着如何去 KO 掉吳雪松，卻忽略了吳雪松的重拳有多麼的猛。現在兩個人1比1打平，各有一次擊倒讀秒。一回合還有最後50秒鐘的時間，我們看吳雪松呢是不斷的前壓，他的腦子裡現在也很想要 KO 掉何塞·魯拉斯。我們看他攻擊距離也很長啊，所以這個時候本身何塞的這個就中遠距離奔襲都比較突然。對，然後雪松在近的時候一定要做好防守。對，哇，第一局剛剛進行了2分鐘，就雙方互有一次讀秒啊。雪松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不要跟何塞做這種中遠距離的這個動作的互換往返，要拉近距離做這種陣地的打法。好，觀眾朋友們，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啊，情節的確是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賽前這個老外揚言啊，他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不掉吳雪松，他就棄賽投降啊，就算他輸。但是很明顯，他並不打算投降，他想繼續戰鬥，想把面子找回來。因為在第一回合，吳雪松給他吃了一個重重的一拳，沒錯，就是這一拳。這一拳讓何塞·魯拉斯是顏面盡失，狠狠地打了他的臉。因為賽前何塞·魯拉斯表示說呀，天才只是踐他的門檻兒，但很明顯吳雪松這個天才的確是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威脅。好，隨着眼前的美女登場，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雙方第2回合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好，我們來進入第2局，看看我們在這個雙方在技戰術上，我估計何塞不會變化他的技戰術。是的，因為本身呢，我們看雖然說何塞他是
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首先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中近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都是放得很长。哇，第二回合的吴雪松呢是越打越猛，越打越有感觉啊，只想打到何塞鲁拉斯的内围。而反观对手却畏畏缩缩，利用起了自己的超强臂展和灵活步伐呀，打起了游击战术。很显然，他对吴雪松的重拳啊已经开始忌惮了，他很害怕吴雪松啊打入到他的内围。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漂亮，击败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微笑救了啊！这我们看还可不可以？哇，观众朋友们，这个何塞鲁拉斯的忌惮是有原因的。吴雪松一旦打到内围，果然真是没他好果子吃啊！又是一个前手，现在需要打准呐！哇，这是这个倒地的场面跟雪松 KO 泰山奥斯坦的一模一样。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这场比赛吴雪松的表现，我只能用完美2个字来形容了。虽然说開局並不是很妙啊，開局就慘遭讀秒，但是後面的話是扳回了一城又一城，直到拿下比賽勝利。這就是搏擊天才啊！不僅實力強勁，還有一顆非常穩的心態，有一顆大心臟。好，恭喜吳雪松！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再見。給我瞄準了打。他是泰國拳壇最硬的男人，揚言打中國人從不防守的佩查差。不過，當他遇到詠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欽時，這場比賽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我太難了。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拳手，就是號稱泰國有史以來最硬的男人。他的身體硬度據說比波球、比羅唐還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戰績到目前為止85勝26負，他輸過贏過，但是觀眾朋友們，他就是從來沒有被 KO 過，也從沒被擊倒過。他的人生座右銘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把我放倒，就是這麼狂。而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為他聽說他今天的對手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小將，他便當眾表示打中國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孫子。而眼前的這個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對手，來自我們中國的詠春拳第23代傳人魏子欽。這個小伙將詠春拳帶到了現代搏擊擂台，而且目前為止生涯戰績26勝3負。可以說魏子欽這個小伙的出現打了很多瞧不起並且質疑我們中國傳統武術不能打的人的臉。好，閒話少說，我們比賽開始。泰國的佩查差剛開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來的確是硬度相當不錯。這個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訓練也相當變態。別人訓練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樁子，而他的訓練就是被別人打。沒錯，站着不動一動不動，讓不同的人來打他。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擊打能力，甚至還會用這個粗鹽來搓洗自己的身體和皮膚。以提升自己的皮膚硬度。我甚至一度懷疑這個家伙是不是有什麼這個受虐傾向。魏子欽相當靈活，連打帶閃，讓這個佩查差呢是看得見而摸不着。好，頂膝有命中。好，擊倒了。第一回合我們看，哇，這一下擊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個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魏子欽明顯想要乘勝追擊，連續的補刀。哦，這連串連打11拳的。
但泰國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夠變態。在這麼一連串的猛攻之下呢，還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當的靈活。此時此刻，他就像一個西班牙的鬥牛士啊，把這個佩查差呢當成了一頭瘋牛，當成了一頭野牛來鬥。好漂亮，又是一個上勾哦，頂膝。佩查差有點上頭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個佩查差現在此時此刻應該是相當的憤怒，因為魏子钦打破了他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我們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招式啊都打得非常的實。行，說不防守，還真就不防守。哎，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皺着眉頭，應該是在抱怨着什麼？他應該是在說呀，這個家伙怎麼這麼抗打啊？就像是一個人形的木樁子啊，根本打不壞。在比賽的前2個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經是順利拿下。但是接下來還有最後一個回合，比賽還沒結束，還沒有到最後一刻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好，費特，最後一個回合，比賽繼續。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對方高了很多啊，居高臨下，所以說打得很舒服。我們能夠得到對手，而對方啊很難夠得到我們。這一回合，佩查差依舊是相當勇猛，依舊是橫衝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說是其他選手受傷這麼嚴重的情況下，裁判早就終止比賽了，但他是佩查差。他的抗擊打能力在整個拳擊界啊相當出名了，所以說裁判呢也是沒有叫停比賽。第3回合最後的1分半。這個傷況太嚴重了，但是他呢還有體能啊，還在往前衝。所以此時此刻，這個泰國選手佩查差他唯一能贏的途徑，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為在分數上雙方差的實在是太懸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擊數是對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擊、不懂規則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來。好，連續的掃踢，魏子钦開始嘗試砍腿了。其實早就該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點兒，限制對方的移動能力，恐怕這個比賽啊早就結束了。我強烈建議讓這個佩查差啊和我們中國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龍大師打上一場，2個人對着打啊，誰也別防守，看一下誰更抗揍。我相信這個比賽啊絕對會票房極高啊。好，比賽結束。這場中國詠春拳對戰泰拳的對決，比賽結果我相信沒什麼懸念啊，最終的話沒有問題，恭喜魏子钦。那當然，這個瞧不起我們中國武術、瞧不起中國人的佩查差呀，雖然說他很狂，但是他的抗擊打能力啊，的確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賽到此結束，咱們下期視頻再見。